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的数据，在俄总统选举统计完成的85%选票中，现任总统普京以87.19%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实际已经赢得此次总统选举。普京18号凌晨在竞选总部发表讲话，感谢所有选民的支持。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 это довер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граждан страны и их надежда на то, что мы все сделаем так, как запланировано. Хочу поблагодарить всех вас и всех граждан страны за поддержку и это доверие.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普京表示，俄罗斯是一个大家庭，本次选举结果体现了选民的信任和期望，国家的所有任务都将完成，俄罗斯将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变得更坚实、更强大、更高效。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俄联邦共产党的哈里托诺夫得票率位居第二，俄新人党的达万科夫名列第三，俄自由民主党的斯卢茨基得票率第四。俄罗斯第8届总统选举正式投票于15号至17号完成。根据俄总统选举规则，在选举中获得50%以上选票者当选总统。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将不晚于3月28号确认此次总统选举结果，并在选举结果确认后3日内予以公布。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17号说，俄方邀请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1115名国际观察员监督投票，确保选举公正透明。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还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中，俄军在库皮扬斯克、顿涅茨克等方向击退乌军进攻。俄军在顿涅茨克南部方向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米尔诺耶定居点。俄防空部队等击落乌军168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表示，同一天，乌军对俄军人员及军事装备集中区、指挥所、防空系统等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呼吁俄方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停火，并表示准备与普京就缓和乌克兰局势进行讨论。据悉，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号至8月11号举行。1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对此回应称，针对马克龙的提议，他也有一个提议，那就是法国应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同时停止资助恐怖主义。扎哈罗娃还说，马克龙应当向中东地区冲突各方也提议在奥运会期间停火。马克龙15号在接受法国《巴黎人报》采访时表示，尽管他不希望也不会采取主动，但法国仍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在乌克兰采取地面行动来对抗俄军。法国媒体报道说，马克龙并未放弃自己此前对乌克兰派兵的立场，而是强调在这一问题上西方不会采取主动。马克龙还多次强调，西方国家不应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引发欧美多国反对。俄罗斯方面也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英国路透社16号发布独家报道称，由特斯拉老板马斯克创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美国情报机构曾签署秘密合同，帮助美国建设一个由几百颗间谍卫星组成的网络。报道称，这表明 SpaceX 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联系正在逐步加深。这家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紧密合作关系已经不是秘密，但为什么爆料仍然在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呢？路透社的长篇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 ，SpaceX 旗下的星盾业务部门在2021年时与美国国家侦察局签署了一份18亿美元的合约，帮助美国国家侦察局发射数百颗间谍卫星，可以在低轨道上成群运行。这些卫星具有地球成像能力，跟踪地面目标，并与美国情报和军事官员分享数据。消息人士形容，这个强大的卫星网络将让所有人都无处遁形。消息人士还透露，星盾的第一颗原型卫星于2020年发射，是价值约2亿美元的合同的一部分。而这份合同对于 SpaceX 获得随后的18亿美元合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星盾部门成立于2022年底，专门服务美国政府以及军事部门，使用比星链更高强度的加密功能，以确保数据安全，满足最严格的政府要求。
公开资料显示，现阶段星盾主要开展3方面业务：一是实施对地遥感服务；2是实施快速传输遥感数据；3是利用星链卫星平台托管各种军用载荷。它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项目，而且这个项目本身对于美国现在跟以后的军事航空也好，军事航天也好，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信息化也好，那么可能它的意义是很大的。根据此前的公开报道 ，SpaceX 的星盾部门和美国国防部第一份正式合约签署于去年9月1号，最高价值7000万美元。如果路透社的报道属实，则将星盾业务线和五角大楼合作的时间线大大提前。1个月前，《华尔街日报》就曾爆料 ，SpaceX 的星盾部门同一家未知情报机构签订了合约，价值与路透社爆料的一样，为18亿美元，但并没有详细说明情报机构名称。这次被曝与星盾达成合作的美国国家侦察局是美国16个情报机构之一，隶属五角大楼，成立于1961年，专门负责为美国政府设计、组装并发射侦察卫星，并协调、收集和分析从中央情报局以及军事机构的航天飞机、卫星收集到的情报。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太空新闻网站曾在2019年2月报道称，美国空军向洛马公司和波音公司合资组建的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以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授予价值7.39亿美元的发射合同，计划执行6次任务，其中 SpaceX 获得2.97亿美元的合作订单，发射3颗卫星，其中2颗就是此前提到的 L87和 L85。如今，美国五角大楼已经成为 SpaceX 的重要客户。其实马斯克在这个起家的过程中，尤其他的火箭项目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么一方面呢，他很大程度上是获益于这个 NASA 跟传统的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之间的博弈。那马斯克呢，他很大程度上也是就是美国的这个军方也好，包括美国的 NASA， 那么用来对抗 ULA 的一种手段。那么因此，我们讲马斯克在之前的整个的这个发射的经历里面，你看他很多承担都是美国这种敏感的军事航天的相关的任务，星链这样的，包括在乌克兰已经被证明了这个意义的这种相关的技术。那么美国方面如果不把它用于军事化的话，这个我觉得倒反而不太符合美国传统的这种特点了。实际上，马斯克以及 SpaceX 的政治立场备受外界关注，他也不止一次陷入地缘争议。此前 ，SpaceX 的星链服务曾深度参与俄乌冲突，确保乌克兰能够拥有足够的通讯网络。但《华盛顿邮报》2023年9月发布文章，揭露一本新的马斯克传记，内容称乌克兰政府曾于2022年9月寻求星链服务支持，帮助他们攻击俄军在克里米亚的舰艇，但遭到马斯克拒绝。直到今年2月，乌克兰军方指控俄军正在使用星链终端设备，但此番爆料被马斯克坚决否认。随着星盾与五角大楼的合作越发紧密，外界对于 SpaceX 能否继续在政治上维持暧昧态度感到担忧。按照部署，星盾计划在近地轨道上部署超过1.5万颗卫星，一旦建成，无异于给全世界装上了联网的监控摄像头。即使包括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以及战斗机起飞等军事行动，都很难逃过美国的监控。一旦星盾顺利建成，能够结合对无人机的隐形控制能力，以及应用星链系统定位、搜寻、发现目标的能力，为 F-35隐形战机和无人机等尖端武器传输打击目标信息。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一些反华议员甚至还在推动让驻台美军使用星盾的离谱行动。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上个月曾致信马斯克，宣称星盾服务当前在台湾及附近地区处于非活跃状态，并警告马斯克，如果不向驻台美军提供星盾，可能会违反其与五角大楼的合同。虽然马斯克立即回应称加拉格尔的指控不实，但并未消除外界对于星盾可能涉足台海问题的疑虑。《华尔街日报》指出，马斯克旗下公司特斯拉22%的营收都来自于中国大陆，对台海问题有着清晰且独立的认知。该报认为，马斯克不会在敏感的政治议题上挑战中国大陆。但民进党当局显然受到了美反华议员的鼓噪，开始策划打造台版星盾。据悉，在确定无法引入星链后，岛内有电信公司引进了英国和印度合资的一网公司提供的类似星链的服务。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爆料，
台当局太空中心正与一些海内外投资者进行初步讨论，从该中心分拆出一家卫星公司的可能性。按照计划，首颗通信卫星将于2026年发射，并在2年内发射第2颗，但外界对此并不看好。美国《纽约时报》就指出，台湾地区的相关产业起步晚，资金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人才储备尤其欠缺。台湾地区2003年就提出用自研火箭发射卫星的计划，但目前综合性发射场的选址仍未敲定。